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心目当中最能吃辣的地方是在哪里？四川、湖南、江西还是贵州等地？当然，我这话说出来，肯定有许多小伙伴表示不服。我相信没有最能吃辣的地区，只有最能吃辣的人。在现如今的互联网上，到处都充斥着吃辣挑战，无论是饭店的营销，还是某款泡面或是零食，许多人为了博眼球，纷纷开始挑战。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吃辣最多也就是肚子不舒服、菊花痛一痛，从来都不会和死亡联系上。而前段时间就有一名美国的高中生，就是挑战了一款巨辣玉米片，被送进了医院，最后还闹出了人命。很快，这款魔鬼玉米片成为了众矢之的。那么，这位男孩的死到底是互联网的原因，还是这款零食的问题呢？One Chip Challenge 是从2016年开始，是由美国 Parkway Chips 公司兴起的一种吃辣挑战。该品牌有一款超辣的玉米片，上面撒了2种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一般人绝对是无法驾驭的。而挑战内容非常的简单，挑战者只需要吃下这款玉米片后，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看他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视频前喜欢吃辣的你是否会蠢蠢欲动呢？先别急着毛遂自荐，因为这玉米片上的2种辣椒是真的有可能会辣死人的。那下面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衡量辣椒辣度的单位——斯科维尔指标。因为单凭人的味觉来测试辣度实在是不够严谨，所以美国的一名药剂师用精确重量的干辣椒溶解在酒精当中提取辣椒素，然后稀释在糖水溶液中，以此来检测辣椒的辣度。当所有品尝者都吃不出辣味了，那这个最大的稀释度就是辣椒的斯科维尔指标。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小米辣，辣度通常在3万到5万之间，而朝天椒则更辣一些，上限大概可以达到10万左右。而今天要讲的 Parkway 品牌推出的这款爆辣玉米片，它在2023年出了一个新的包装，盒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棺材造型，确实很应景。这次还多了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缠绕在骷髅头上，看着让人脊背发凉。不过毒蛇也暗示了采用的辣椒之一，它的名字就叫做那加毒蛇，是由3种辣椒杂交而来的，辣度为135.9万。这种辣椒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会产生火烧的感觉，1秒就能把人辣哭。另外，第2种辣椒名叫卡罗莱纳死神，这是在2017年被吉尼斯认证过的，当时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虽然长得不大，但它的辣度可以高达220万，奇辣无比。曾经有不少人因误食或者作死挑战它而丧命的，其中有一个15岁的男孩作死吞下了这款辣椒，2天后被送往医院，被诊断出急性小脑中风，所以它也被称作为死神辣椒。其实光是听描述还有辣椒的名字，大部分人就已经望而生畏了。但是正因为一般人无法承受 One Chip Challenge 这项吃辣挑战，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强势走红。不少博主为了吸引流量，纷纷购买 Parkway 品牌的 One Chip 进行测评。吃完后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更是让观众们感到好奇，因为有的人浑身发抖，大汗淋漓，还有人蜷缩成婴儿的姿势倒地不起。最常见的就是被辣得痛哭流涕、鬼哭狼嚎，都在拼命喝水、喝牛奶解辣，还有人试图把整个冰淇淋都塞进嘴巴里面降温，场面是一片狼藉。当然，这样一来，各种挑战视频的节目效果自然是拉满了。据说这类视频在 TikTok 上面的总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0亿次，数据都非常好，也难怪有这么多视频博主为了流量要作死挑战了。14岁的哈里斯·沃洛巴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在今年的9月1日，他来到了学校医务室，告诉护士自己特别的不舒服。护士询问他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哈里斯找出了 Parkway 牌的玉米片照片。很快，他的父母就来学校接走了他，准备去医院看看。然而，在这过程中，哈里斯的情况迅速恶化，他胃痛难忍，在送医途中停止了呼吸。等到送达医院后，医生宣布哈里斯已经不治身亡。虽然截止到目前他的死因尚不明确，还要等后续尸检，但很显然矛头已经指向了那款爆辣玉米片。此新闻一出，立刻引起了热议。原来哈里斯并不是第一个因为吃爆辣玉米片而送往医院的孩子，去年就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就比如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大约有30名学生在吃了该玉米片后身体不适，去了医院。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学校，早就已经明令禁止学校出现这款零食，但是这些都没能劝退好奇者。哈里斯就是个悲剧案例，他的家人悲痛欲绝，同时也呼吁其他家长要警惕这款玉米片可能对孩子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为此 Parkway 品牌的发言人向哈里斯的家人表示了哀悼，并将这款产品从货架上撤了下来。但是发言人强调 One Chip Challenge 官网上有过明确告示，它并不适合于未成年人来挑战，而且所有对于辛辣食物、辣椒、茄树植物或者辣椒素敏感的人也不应该吃，更不用说那些孕妇或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也不宜食用。
另外，官网上面还声明，产品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由于一部分青少年无视警告，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所以该公司暂时将此产品下架，并且会提出相应的退款服务。然而，根据爆料，在哈里斯去世前，官网上面曾经有过一行字，意思是吃掉整个玉米片，尽可能的撑住，再去吃喝别的东西。他们鼓励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应的视频，发起挑战，能坚持1小时的人被称为 invincible 无敌，而那些连1分钟都撑不下去的，只能算是 powerless。但后来，随着 Parkway 品牌遭受舆论的谴责，这些招人恨的声明也随之消失。其实有很多人和哈里斯一样，并不知道这一小小的玉米片竟然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且即便有警告未成年人不适宜食用，但他们购买起来毫无障碍，因为没有商店会因为一个孩子购买一袋玉米片而让他出示身份证的。更何况是网购了。德安东·帕特里克来自佛罗里达州，他有个10岁的女儿以及12岁的儿子。有一天，女儿被学校通知要停学，罪魁祸首就是这爆辣玉米片。起因是他的儿子在超市里面购买了这款产品，结果被妻子发现，当场就扔掉了。可谁知道，小女儿从垃圾堆里面捡了出来，还带去了学校，结果导致了6名同学出现了严重不适的症状，需要送去医院。学校遭到受害者家长的抗议，只能将德安东女儿停学处理。作为家长，德安东一方面也很自责，另一方面他认为经销商也存在很大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31岁的建筑工人华金·迪亚兹，他是个吃辣爱好者，和很多人一样，他在社交媒体刷到了 One Chip Challenge 的挑战视频，于是蠢蠢欲动，没有犹豫就立刻购买了这款产品。没想到自己一向是铁胃，竟然因为小小的玉米片辣到胃痉挛，还疯狂的腹泻，导致他第2天都没能去上班。后来华金才刷到了有关哈里斯去世的新闻，惋惜的同时他也感到非常后怕，或许是因为自己年纪不小才逃过一劫。而根据一名挑战者描述，在吃下这款玉米片的一瞬间，口腔里面就会开始发热发痛，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大概过了半分钟就得猛喝牛奶解辣，不过效果微乎其微。差不多10分钟之后，嘴巴的痛感缓解了很多。这名挑战者还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可实际上接下来他就面临更加痛苦的副作用，那就是剧烈的胃痛，像是有人在疯狂的踢自己的肚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这名挑战者记得自己只有保持像胎儿一样的蜷缩姿势，才能稍微舒服一点。而且胃痛持续了整整1天。另外，其他挑战者也表示，什么牛奶、冰块、冰淇淋都没有用。当辣椒素进入身体后，除了胃遭殃，就连菊花也不保。那么，之所以人吃完辣椒会感觉到辣，都是因为辣椒中的辣椒素造成的。在人体口腔当中，有一种可以和辣椒素结合的受体蛋白质，两者相结合后就会刺激痛感神经，然后传递给大脑，从而引发疼痛和发热的感觉。与此同时，人吃辣后，身体会误以为自己在高温之下，然后就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降温，就比如加速血液循环后脸变红，以及疯狂出汗，通过皮肤来散发出热量。而辣椒素这种东西一旦吃进体内刺激后，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试图将其排出，所以有人吃了过分辣的东西之后，就会流泪、流口水、流鼻涕等等。但是这些都还是最基本的反应。当辣椒素穿过食道继续向下后，当事人明显就能感到胸部的灼烧感，接下来就是胃部，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像恶心、呕吐、胃痛、胃痉挛等等。如果当事人本身就存在胃溃疡等疾病，那毫无疑问，这些辣椒素会大大加剧病情。当然，这还没结束，辣椒素还得经过肠道，一部分人对辣不耐受的话，就会刺激蠕动，造成腹痛，最后拉肚子。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从头辣到尾。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摄入辣椒或者带辣椒素的东西并不会直接致死，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节制的吃，任何东西吃多了都有潜在的风险，毕竟喝水都能死亡。在上述的案例当中，那个死亡的男孩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公布致死的原因，但是与辣椒素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耐受过量的辣椒素，一些过敏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多食用辣椒素而引起并发症而去世。那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其实水并不解辣，这是因为辣椒素是一种有机物质，水与油无法相溶，而且最关键的是，水会使辣椒素更快地传播到整个口腔和喉咙中。真正能够解辣的还是奶制品，这是因为牛奶当中的酪蛋白能将辣椒当中的辣椒素包裹起来并且带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已经被辣椒素所损害的细胞，它还能加快修复速度。另外，吃点米饭或者面包也能有效防止辣椒素与受体结合。当然，适量食用辣椒素对人体是有健康功效的，就比如缓解疼痛、清除口腔和肠道的有害细菌、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代谢等等。对于减肥人士来说，不管是辣的辣椒还是不辣的辣椒都非常的适合，因为辣椒本身就含有丰富的营养，带辣的话还能促进减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熟悉的防狼喷雾也是依靠辣椒素刺激人体的皮肤、眼睛和呼吸系统，以此起到自我防卫的功能。那在视频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今互联网的信息应接不暇，热点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跟风。不过从众心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跟风，为了博眼球蹭热度而危险作秀。
今天的这期视频并不是要让大家不要吃辣，而是像这种挑战爆辣食品或是盲目探险、勇闯无人区的跟风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凡事多思考一些吧，保持理性思维，千万不要作死挑战。毕竟在一片混乱的互联网上，不是说越多人做的事情就一定正确，说不定会适得其反，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到时候追悔莫及。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还看过有什么作死挑战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